父亲说，耕读传家，仁义为本。母亲留下的百草奇经和那块玉佩，是我最后的依靠。春小麦种，黄芪子，三七药子。只要手里还有种子，脚下还有泥土，我温之威就死不了。之威，温家大厦已清，流放漠北的圣旨已下，我与你退婚，实属无奈。这几两碎银你带着，全当是我最后的心意。江大人，温家清清白白，只是爱了某些人的青云路罢了。这银子你拿回去，我嫌脏。漠北风沙能吃人，你这般倔强，怕是连这个冬天都熬不过。江景州，你且记住今日说过的话。3个月了，只要还活着，就离漠北更近一步。戍边5年以上的军户皆可上前领人，能干活好生养的优先，没人要的，明日一早发派西山苦役营。不要眼高于顶打骂妻妾的，不要油嘴滑舌的老兵油子。种田过日子，要找人品厚道、能扛事的。父兄，你穷得叮当响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，还想讨媳妇儿？瘸子讨媳妇儿，痴心妄想！不卑不亢，不向苦难低头，穷不可怕，只要骨头是硬的。这位军爷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傅萧，底层部族，左腿有旧疾。当年掩护百户撤退被刘健所伤，伤腰被克扣，落了病根。家里很穷，只有一位老母亲和3间漏风的茅屋，跟着我可能连粗粮都吃不饱。我叫温之威，我不怕吃苦，也不怕干活，我懂农桑识草药，只要你不嫌我拖累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我便能让日子慢慢好起来。你愿意带我回家吗？好，好生管教，莫要生事。下一个。走吧，回家。在京城那些尔虞我诈之后，这份纯粹的善意弥足珍贵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萧儿，你怎么真领了个火祖回来？家里缸底的糙妹只剩1把了，你那伤药也断了顿。这姑娘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，咱们家哪养得起？娘，我叫知薇，从小就跟着庄头下地，不是肩不能挑的娇客。我吃的不多，还能帮着家里干活。丫头，不是我狠心，是咱家这日子真没法过呀。哎呦，大娘，你家萧哥还真有福气，娶个仙女回来。不过仙女不当饭吃啊。要我说，趁着人还没落户，赶紧送到镇上给张屠户做个偏房，好歹能换袋细面回来。周家嫂子说笑了，卖了我不过多吃几天饱饭，且要背负卖妻的名声。留着我却能让娘和夫君以后天天有米下锅。就你还天天有米下锅，大话谁不会说？娘，别听外人撺掇，儿媳先去灶房看看，明日我自会想办法谋生计。灶房破罐里还有半把野菜干，我去给你烧把火。诸位，须弥空间，母亲百草奇经中记载的仙家腹地，这玉佩是开启空间的钥匙。
你醒了，家里只剩这个了，趁热喝。傅潇，你信我吗？信。我来的时候在路上藏了一点吃食。你去拿个干净的陶罐来，我给你和娘做点热乎的。这是细粮啊！我好几年没闻过这味儿了。娘，夫君，趁热吃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咱们家顿顿都有热饭吃。这个女人，就像冰天雪地里的一簇火苗，从今往后，她就是我傅潇此生要拼尽一切守护的人。大娘，你可得长个心眼儿。昨晚那金贵的黄小米，她一个流放罪奴哪儿来的？指不定身上藏了私房钱，不交给你这当婆婆的管着，分明没把你们傅家放在眼里。温氏，昨夜的粮多谢，但傅家穷，容不下藏着掖着的弯弯绕绕。你若想安分过日子，家里的活计要搭把手，那些没用的枯草趁早扔了。若你吃不了苦，只管说，我这就送你去府衙。知道了。潇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药早就吃完了呀！娘，让开些。你干什么？别动！这是我这几天用你眼里的废草根熬出来的透骨膏，每日涂抹2次，辅以热敷，不出半月，腿伤便能痊愈。我错了，我将一块美玉当成了包藏祸心的顽石。对不住，是我眼瞎，是我混账，我误听了娘的担忧，怕你嫌弃我这废人，我说了伤你的话，你打我骂我都好，别生我的气。从今往后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傅晓只信你。你若气不过，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求你别不要这个家，别不要我。我不气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以后外头的事你扛，家里的事我做主，咱们把日子过起来，可好？好，以后听这个家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傅潇的刀第一个不答应。傅潇，今日陪我去一趟镇上，这些药材卖了，咱们就能买猪仔、偏棉花、细粮。我背着。哟，傅家媳妇儿，拿些寻常草药来卖。你若不识货，我这就把药拿到总兵府的军医营去，顺便让军医来查查你济世堂的账，看你平日克扣了多少军用药材。军爷息怒，是我老眼昏花。这样，5两银子，外加200文车马费。星星是天空那片海，月是潮汐的深海。媳妇儿，收好，以后咱们家赚的钱都归你管。月光照亮红尘的阴冷，这漠北的冷风，今天也温柔了一点。这一颗金沙，掌柜，货齐了。谁在迷恋自由的光彩？这傅家是打劫了药铺吗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知薇呀，咱家这是发大财了！娘，这是镇上刚出笼的，您尝尝。谁在弹着世俗情爱？
娘，这是给您的月钱，以后家里2头猪仔和鸡全归您照料，养得好，逢年过节我还给您发赏钱买新衣裳，您看成吗？知薇，你放心，谁要是敢说我媳妇儿半句不好，我赵桂香拿大耳刮子抽他。3言2语，他把娘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还让娘心甘情愿。傅萧，你这身子骨怎么突然硬朗了？回百户大人，属下出门前内妻给涂了特制的防蛀药膏，大人若不嫌弃，可试上一试。好东西，简直是神药，比军医营那些老古董好上100倍。傅萧，这药是从哪儿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属下的结发妻子温氏亲手配制的。你家娘子还有如此手艺？傅萧，你立刻回去问问，这药不能大批量配置，若能供上咱们百人队，我亲自去总兵大人面前为你记军功。媳妇儿，陈百户说了，咱们防冻膏当真神效。他说若能大批量炮制，攻上百人队，不仅折算军饷银子，还能为我记军功。夫君，这买卖能做，但不能由你直接出面去谈。为何？你如今身份低微，若操之过急，军营那些人吃的是朝廷俸禄，他们岂会眼睁睁看一个无名小卒夺了风头？那依你的意思，这药要借陈百户的手送上去，你去回他，只说这是温家祖传偏方，配方繁复，里头用了几味极难寻的关外秘药，产量有限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军营里要大批量买药膏，动辄几十上百两的银子，只要把配方弄到手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媳呀，娘都听见了。知薇啊，你把那配方交给娘，娘保证起早满把帮你熬。娘愿意搭把手，那自然再好不过。不过这药膏讲究火候和药性相克，若一步错了，抹在将士们手脚上，烂了皮肉，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军罪，谁也担不起。满门抄斩？那这配方娘就不乱打听了。自然少不了娘的辛苦钱。每倒满1罐合格的药粉，儿媳给娘结清3文钱。才3文钱？娘嫌少也可以不干，这活拿到村里，多的是穷苦人家的媳妇抢着做。干，娘干。总算都做好了。这是冻伤膏，分下去。5两白银，下个月还要追加100贯。傅萧，你这媳妇儿是块宝啊！分内事。娘，这是您这3日洗药捣药的工钱，您收好。凭什么一个流放罪妇能过得比我好？大娘，我可听说了，那军营里1罐药膏要卖好几10文钱呢。傅萧2口子天天数银子，却只分你这几文苦力钱，分明拿你当免费的下人。镇上济世堂的掌柜正四处打听那防冻膏的配方，只要谁能拿出来，他愿意出20两银子买断。可那配方在温氏脑子里，我偷不来呀。配方在他屋里锁着的木匣子里，等晚上他们睡了，你偷偷去抄1份，咱们28分账，剩下16全归你。今儿去镇上，我得把那张防冻膏的秘发配方再改改，搁在里屋炕头第3个暗壳里的匣子上了。夫君可别不小心碰了灯油，烧了那宝贝疙瘩。知道了。拿到了，翠兰，明天天不亮就拿去给济世堂掌柜换银子，咱俩可说好了分账。发财了，我要发财了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娘，那匣子里的药签确实写着药名，可那红褐色的秘药是我今夜特意为您和周甲子准备的断魂散，双倍生川乌和断肠草，剧毒无比。若用来抹在冻伤处，
不出一日，皮肉溃烂见骨，神仙难救。小儿娘错了，是周翠兰撺掇我的，娘真的没想害人啊！到现在还在找借口。从今往后，傅家1分1厘的银钱、1粒米、1株药，皆由知微一人掌管。你若再敢起半分歪心思，我便去请族长开祠堂，将你除族送官。坤爷，冤枉啊！我只是来卖药的。企图偷盗军需神药，企图以剧毒谋害军中将士。周氏，你勾结济世堂掌柜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将这刁妇和济世堂掌柜一并拿下，打入军牢。掌柜的，你不过是个开门做生意的，若无人撑腰，怎敢动军需神药的心思？说吧，你幕后的主使到底是谁？我说是薛茂大人，军营里的粮草副官薛茂大人，他看上了温夫子的防冻膏，还说他与京城吏部侍郎江大人是亲舅侄。薛茂，江景轩，薛茂，江景轩的亲舅舅。当年那封通敌书信是从漠北军营发出的。我是江景州的舅舅，国公府未来的姻亲，你们谁敢动我？朝廷天兵迟早踏平你们这一群流放贱民！薛大人，您还认识我吗？你是温家的那个余孽，温之威，你竟然没死！我没死，所以该死的就是你们了。薛茂，你以为你替江景州办了那么多脏事，他就会保你一辈子？你不过是他手里的一把刀，刀用钝了是要丢的。更何况江家即将与晋国公府联姻，你这个满身污点的舅舅，对他来说不过是随时可以抹杀的夜壶。他连自己青梅竹马的未婚妻都可以抛弃，亲手将温家推入深渊，你又算什么？将当年的往来是真正的证据交出来，我保你一句全尸。或许薛家小女儿今年应该有8岁了吧？她是无辜，我都给。她是无辜，我都给。还有他从北蛮细作手里买来用来嫁祸温家的通敌信物。温姑娘，你父亲是个清官，是我们对不住他，求你给薛家留个后。我会保证你家小女儿的安全，但若你在审讯时有任何反悔的迹象，我就收回这句话。没事吧？我在漠北等了3年的东西，今晚拿到了。威尔，这就是你要等的东西。还不够，这些只够让薛茂定死罪，还不够扳倒江景州。那要怎么办？我们要等。等多久？等他爬到最高处，等他最得意、最毫无防备的那一刻，我们要一击毙命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，再无翻案的可能。好，我陪你等，等多久都成。父亲，女儿在漠北等您。温娘子，使不得呀！这地是中了毒的，老朽活了60年，就没见这上头长过一根苗。老汉，我寻思着，这地方连野草都不肯长，是有鬼的。诸位不用担心，这地没有中毒，没有鬼，只是盐碱度偏高。但这并不是死地，先种耐碱固土的植物，引根系改良涂层，少则1年，多则2年，这地的脾气就能给制服贴了。老伯，我不仅要让这地长苗，我还要让它长出漠北最好的马料和粮食。将军，这绝对使不得！您是上阵杀敌的将军，哪能亲自下地拉犁？滚蛋！都给我滚一边去！怎么样，媳妇儿？能给你夫人开荒，比砍北蛮人的脑袋还痛快。悠着点儿，肩膀上还有旧伤，别把筋磨断了。媳妇儿的水田，我再驴10亩也不累。老村长，您说那傅将军这样的顶天立地的汉子，结果被媳妇儿拿一句话就制住了。活了，真的活了。这口古井的灵水，每7日可取1次，用来浇灌的作物生长速度是普通土地的3倍。漠北的土地硬，温差大，普通作物很难适应。但若能用灵水驯化，再移摘出去，雪莲、黑枸杞、高原红地天，若能在漠北大规模推广，长吧。这是什么？漠北苦荞，
寻常品种亩产低，品质差，没有多少人愿意种。但若用特殊方法改良种植，它能抗干旱、耐盐碱，而且做成面食，口感远胜南方大米。磨成细粉，还能入药，清热降火，对常年食荤的北方将士最是补益。就这几粒种子，这几粒，明年变成1亩，后年变成10亩，3年后变成100亩。夫君，你打仗靠的是铁甲和长刀，我开疆靠的是种子和时间。给我帮你亲自种下去。从哪儿进的货？从东边一个老大夫那儿买来的方子，自己做的，跟原方一模一样。这里面没有火灵草，用的是普通艾草和劣质猪油，还加了硫磺粉。你若不想吃官司，今天就把你这批货收起来，告诉我你的进货渠道。这哪是防冻膏，里面根本没有核心的火灵草提取液。济世堂，不是原来那个被抓进牢里的老掌柜，是新来的。镇上济世堂换了个东家，是从平州来的，姓郑。在平州那边开了7家药铺，他们的目的不是仿制，是搅局，让市场对漠北出产失去信任，让我们的货没有销路。若现在把他抓了，他背后的平州药商会换个人继续干。我们要打，就打得彻底，让他这辈子再不敢在漠北伸手。东西拿到了几成？我要的不是配方，我要的是让温氏的货永远卖不出去。你们听说了没有？有人说温娘子那个防冻膏里头加了死人骨头磨的粉。谣言这东西，长脚，走得比人快，但它也有个软肋，见不得光。乡亲们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温氏防粪膏，这里头的每一味药料都是正经好东西，没有一样见不得人的。你早算到他们会用这一招。我没算到，但谣言这种东西，见招拆招，拆法只有一个，让真贝比谣言更好看。你若说出背后的人，这300号人不用跟着你坐牢。你若不说，我有的是时间查。钟仁义背后的金主是京城吏部的一个从五品主事，名叫崔应良，是江景州当年的门生。钟仁义承认，他们盯上温氏已经将近半年，不只是做假药，还有2件事。第一，他们买通了上游的一个水利管事，计划在漠北主要农田的灌溉河道上游筑坝截流，等开春麦苗最缺水的时候断水，让漠北万亩麦田旱死。第二，他们已经接触了边境的几个药材产地的大商号，联合起来哄抬漠北所需核心药材的价格，打算用价格战困死温氏药工坊。先说断水的问题。温夫人、副将军，这里头埋着活动闸板，若把这几根木桩一拔，上游的水就全部拦住，下游的农田拆，全部拆掉。拆掉，但不够。这条渠只要被人盯上，年年都会出事。我们要建一套自己的灌溉体系。不依赖这条单一的主渠。我在空间里推演过漠北的地势，城东有一处天然坡降，若在这里引渠，加上在城北的盐碱湖地带修蓄水池，2套系统互为备用，就算主渠被截断，漠北的农田也能撑过2个月，足够我们解决问题。这工程要多久？若发动全城的百姓和军士，3个月；若只用现有的工匠班子，1年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全城征工，按日结钱，军中脱产配合水陆队，3个月完工，我亲自盯着。70年了，老朽活了70年，漠北就没遇到过这么久的旱。温娘子
咱们这万亩良田。老伯，威尔，所有人都回去，把家里能装水的东西，缸罐、桶锅全部搬出来，到城北蓄水池去接水。先保住离蓄水池最近的那200亩良田。可城北的蓄水池满打满算也只够30天，30天内我会解决问题。班家辉，威尔，旱情这个，你有把握吗？5成把握。那我们就把那5成变成10成。城北的蓄水池只有一个出口，效率太低。若在这里加开2条支渠，但打通这段岩层需要大量人力和铁器。铁器的问题好解决，上次改良炉之后，军营里多出1备用农具，可以先借出来。人力我来召集，军中愿意帮忙的，每天管饱饭加1文铜钱，保准人挤破头。还需要一种东西，能让土壤在旱情下保住水分，减少蒸发。这是什么？我用空间里的旱生植物熬制的锁水液，将它稀释浇入麦田根部，能减缓土壤水分蒸发。但空间里存量有限，只够处理大概50亩。那就先保核心的2种田，剩下的田用覆草法，把割下来的枯草覆盖在地表。你懂这个？你教过我的。懂这个？你教过我的。别动，我来。你这伤口，你听，还在跳，结实着呢。闭嘴。番红花原本是西域贡品，中原宫廷一钱花丝卖到10两银子。若在漠北推广种植，再以特殊手法烘焙定色，品质丝毫不输西域原产。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是普通枸杞的10几倍，南边的富商最爱这种颜色的东西，说是养颜、明目、延寿，价格从来不是问题，只要品质好，多少钱都有人抢。火焰石榴可以做成浓缩果汁，晒成果干，打成粉末入药。既然回来了，就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，这番红花耐盐碱，只要照料得当，定能有好收成。温娘子，这花儿种出来干什么用？花丝晒干了，卖给香料商和药材商。1000重的干花丝，市价不低于50文。多少？50文。50文。所以你的手要轻一点。夫人，这颜色像血一样红。成了。娘，手上有水迹，先擦干了再看。哎呦，真好看！这能卖多少钱？这批货先不卖。为啥？量太少，卖不出好价钱。等明年大规模种植，一次性出货，让西域商队的头牌商人来竞价，价高者得。哎，这就叫奇货可居，老娘懂。这便是漠北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过了这道门，便是中原。哈哈哈，副将军，我又来了。这回我把南边的大买家也带来了。这位是苏州的徐老板，
专门跑丝绸香料这一块，做了30年买卖。你们给他看的东西，他说了算。这是正宗的西域番红花，颜色比我见过的西域货还要正。我就说嘛，温夫人这边出的东西，保管叫你开眼。徐老板若有兴趣，可以进来细谈。温夫人，做生意的人开门见山，你这几样货我都想要代理南边的销路，价格好谈。徐老板来了一趟漠北，见到的只是我们的冬季存货，这是淡季。番红花每年采摘季在深秋，1年1茬，总产量有限。我不希望烂在仓库里，也不希望贱卖。黑狗子是反季节品种，我们1年可以出货2批。羊绒染色布料每匹耗时2个月，不走量，只走精品路线。还有这个是我们新研制的护肤油为基底，漠北独有的番红花提取液和数味滋润药材，对日晒风吹造成的皮肤粗糙暗沉有显著效果。这东西在苏杭，那些太太小姐们一罐市价不低于20两。成，20两是20两，我要独家代理南边7府的销路。不是独家，我会同时给3家信誉最好的商行代理权，区域分开，互不干涉。若其中一家出现仿冒、串货或压价敲销，立即终止合作，3年内不与此商行有任何往来。温夫人，我做生意30年，头一次遇见不怕得罪人的卖家。我怕得罪人，但我更怕坏了漠北货的名声。这是我儿媳妇做的，我用了2个月，你看我这皮肤。给我来10罐。夫人，您看这个，这是上个月北巡队在边境遭遇小股北蛮袭扰时的记录。我们300人的巡逻队轻装急行了5天，因为携带的干粮是粗面大饼，受潮发霉，有将近80人在战斗前就已经腹泻乏力。你们现在出行携带的是什么干粮？炒米、炒面、晒干的咸肉，但时间一长，炒米受潮，咸肉哈辣，总是出问题。我去研究一下。研究什么？让人在行军时吃得上一口热的、饱的、管事的东西。这能吃吗？你试试。有肉味儿，里面有羊肉脯粉和骨汤浓缩块。还有药味儿。当归、黄芪、干姜，行军补气用的。威尔，这东西若真能普及到每个士兵的行囊里，能减少因伙食问题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至少3成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？我不是什么都会，我只是想得多。这东西要多少能出多少，只要材料跟上，便没有上限。目前产量有限，核心工艺我可以交给工坊的人，但有几位关键的药材配比需要保密，由我亲自负责这道工序。懂，保密是应该的。另外，这不是单纯的军粮，它可以往外卖。往外卖？行商走镖的、长途运货的脚夫猎人，凡是长期在野外活动的，都需要携带方便、耐储存、能填饱肚子的口粮。我给他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打上墨柏风物的标记，通过徐老板和白哈达的商路往外送。温夫人，这2种马放在一起，他们会打架的。让他们先吃饱，饿着的时候才打架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这马认人，他们只要不是傻的，都认他。你们北蛮养马有没有一种叫配群筛选的方法，专门挑选下一代里最健壮的，淘汰掉弱的，年年如此，持续3代？有，我父亲的父亲就是这样养马，但要出结果要很多年。3代需要多少年
大概12年到15年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15年后，漠北会有自己的战马品种。威尔，你算过没有？15年后，我们会在哪里？在漠北，在这里，看着那些马跑起来。温夫人，这是苏杭那边买了雪肤膏的太太们托我带来的话，他们说了很多，我挑重要的我用。漠北的沙虾以前没听过，但这个东西抹上去比宫里赏出来的胭脂水粉还细腻。这个膏子能不能做一款专门对付眼下细纹的？我愿意出50。温夫人，我的意思是，苏杭的市场对这类东西的需求远比您想象的大。我知道，我在想新的方向。防晒需要能物理阻隔紫外线的成分，珍珠需要能物理阻隔紫外线的成分，珍珠层粉研磨到足够细腻，可以作为基底。红祭天含有特殊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对抗光照损伤。好的，好的，温夫人您做出来，我们包圆。温氏风物，岁月留痕，这一方千纸便算是给时光的答卷。这是给女人用的，男人也可以用。你整天在外面吹风晒太阳，脸上那道旧疤的颜色，我给你调一款淡化的。不必，男人留着疤有威严。怕被人说涂脂抹水？绝对不是。太太，您瞧瞧，这是咱们铺子新进的遮阳伞，抹上清爽的很，还能遮太阳呢。快，都搬上车，这可都是抢手货，晚了就没了。我就说我儿媳妇是天上下来的，你们当初信了没有？将军、夫人，梅老板的人送来的，说是10万火急。威尔，老皇殿今有龙体。威尔，老皇殿今有龙体之降旨，太医院已连发3道密函，诸皇子中，大皇子与五皇子的夺位之谜，太公子之中旨难言至朝堂民在。更要紧的是，有人在御场进言，卦象未出，张允温氏掌控镇边境，绝民3权，积粮屯兵，东弹劾漠北的奏章录，此乃割据之象。弹劾的奏折堆满御案，这意思是朝廷要对咱们动手了？不一定是动手，可能是一道试探。怎么说？若皇上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要动漠北，就不会让父亲的人把这封顺利送到我们手里。他让这封信进来，说明他在观望，在等我们的反应。父亲说的对，京城要乱了，但乱局里，我们有一个旁人没有的优势。什么优势？漠北的百姓不会乱，军心不会乱。我们积攒了3年的民心，不是打仗打出来的，是用种子、药膏、粮食出来的，是用种子、药膏、粮食换出来的。任何一个想对漠北动手的人，都要想清楚一件事：动漠北，就是动那30万张嗷嗷等饭吃的嘴，动那10万扛着刀的将士，动那片从盐碱地里种出来的万亩良田。有几个皇子有这个代价？威尔，你不害怕？怕，但怕归怕，事还是要做的。若有一天京城真的压过来，我不会让你涉险。那是不可能的。什么不可能？你不让我涉险这件事不可能。傅萧，我不是你需要保护的东西，你拿刀，我用脑子。我们是一起的，不是你挡在前面，我躲在后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心里不好受。我晓得。农产最低的一块田也有420斤，最好的那片680。
威尔，以前这里是盐碱地。你用3年把它变成了这样。漠北本来就不是死地，只是没人来过。夫人，这是今年药工坊、织造局、特产铺和行军粮3条线的净利润加总，37000两。我当账房30年，头一次在账本上写这么大的数字。这里的12000两留作来年扩产的本金，6000两用于墨心学堂和百草医馆的运营，剩下的2成分给工坊和田里的劳工，按贡献多少分，1成给军中有功将士的家属，剩下的入库备用，以防不时之需。夫人，按规矩，这些利润大部分应该留在主家。老胡，让种地的人吃饱饭，让干活的人拿到钱，这是根基，根扎稳了，才能不怕风。是，根基。请问这个20文一包，用热水泡就能吃？对，泡2刻钟，捞出来就是软的，加一把野菜就是一顿饭。你走哪条路来的？从关中走来的，想去西域游历。这是样品，你先带着路上试试，好使再回来多买。我钱不多，样品不要钱，但你要是走到西域，逢人就说是漠北出的，你就帮了大忙了。多谢老太君。去吧，路上慢着点儿。这3件事不像是巧合。同一天，是有人故意的。威尔，你怎么看？这3件事背后是同一只手。根据是什么？仿冒行军粮是钱的问题，收益链很清晰，不是本地人干的。函馆堵塞需要提前2个月进行，说明那个人2个月前就在漠北，掌握了水路图纸。种猪被调包，蓄种仓的守卫是军中人，这说明那只手在军中也有眼线。3件事同一天暴露，是因为他们原计划在我们最放松的时候一起引爆，但犯了一个错。他们急了，动手太早，3件事凑在一起，反而暴露了是同一个人在布局。那我立刻去排查军中眼线。不急，先处理最紧的那件。哪件最紧？种猪，粮食可以补充，水利可以修缮，但如果改良种猪真的流出去被人大量仿种，3年的心血就毁了。但我留了后手。这里存的是第2份种猪备份，只有我和傅潇知道位置。好在留了备份。5个备份点，那边丢了1处，这里还剩4处。但这也说明那个人知道蓄种仓的位置，知道守仓的是谁，知道进出的规矩，唯独不知道我私下另设的备份点。那他的消息来源在官面上，不在私下。大概率是某个和官面上接触过的人，但又只知道官面上的事。背后的金主还是那个崔应良。钱的来源查到了平州，与上次纪事堂一案的资金流向一致。好，你去把马夫维控制起来，不要声张，不要动刑，就说临时公事约谈。陈百户，这件事查清楚，做完，烦请你继续陪我们把漠北守下去。这话说的，属下打算老死在漠北的。那个崔应良，他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人，我只见过1次，是个穿藏青色长袍的文官，印章是金边的。他说
他说要让漠北的所有产业成为某位殿下的囊中之物。不是三皇子的旧部，是另一个皇子。夫君，你还记得你进京面圣那次，看见皇上身边那几个皇子？我记得五皇子，眼神很深，很沉，比他那个年纪该有的沉很多。他今年多大？27。苏州口音。他的生母是苏州人。五皇子的背后是大皇子和五皇子夺位之争里。五皇子的胜算更大，因为他有钱。皇位之争归根到底是银子撑着，若他能吃下漠北这块军粮、药材、商路、马匹，那他就有足够的底气和大皇子正面对抗。夫君，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，我有一件事要先做。说。在局势彻底明朗之前，我要把漠北的底盘守得更稳，不是用刀，是用粮、用药，用那些连皇子都绕不开的人心。你说怎么做，我陪你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的玉佩还有一点灵气，不多，但够我做一件事。当时在乔大人面前，我说他已经是死物，是骗他的。真正的那一点灵气，我一直留到最后。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最需要的时候。威尔，那个时候来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告诉我。我知道。夫君，你说京城那边最快多久会有动静？老皇帝的身子最多撑1年。威尔，不管后来怎样，我想先把一件事说清楚。你做的这一切，种地、制药、卖货、打仗，无论到最后赢了还是没赢，我都觉得遇见你这件事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。你说这话是因为明天要出什么事？没有，就是想说。那就先记在这里，等后来。那就先记在这里，等后来再继续说。等多久？等漠北的粮仓装满，等马场育出第一批新马，等父亲回来，等天下安定，等我们挣到了。亥时3刻，平安。来了。在下楚长风，奉主上之命，专程来漠北拜会温夫人和傅将军。楚先生一路辛苦，请进。主上让我带来3句话，请温夫人和傅将军听清楚。主上无意与漠北为敌，一切骚扰和试探皆出于摸底，而非恶意，请夫人见谅。第2句，主上眼下正与大皇子周旋，若漠北愿意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，主上承诺，来日登基，漠北军政自治之权将由圣旨明文钦定，永世不更改。第3句，主上说，这件事由温夫人决定，傅将军不必过问。楚先生，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。请说。第一个问题，
令主所说的中立是哪种中立？是闭上眼睛不看，无论谁胜谁败都不表态，还是在关键时刻以某种方式传达某种倾向？夫人聪慧，说的是第二种。第二个问题，令主说这件事由我决定，副将军不必过问。这句话是对我的尊重，还是对我们之间的离间？夫人这2个问题，在下回去如实禀报主上，答案主上会另行给付。那就等主上的答案。在答案来之前，漠北依然是漠北。那句由你决定，我不必过问。一过问，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是担心我被人单独说动。不是那个意思。傅萧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不是怀疑我，你是怕我一个人扛太多。哼。我告诉你我怎么想的。五皇子那句话是在测试我，也是在测试我们2个之间的裂缝有多宽。他以为一个有野心、有谋略的女人会对你说了算这4个字心动，但你没有。因为漠北的事从来就不是我说了算或者你说了算，是我们一起说了算。这件事，若他连这一点都摸不清楚，他还没资格谈合作。薇儿，你刚才那些话留着将来教我们孩子。簪你，我用了3年的灵水催育良种，改良土壤，治愈顽疾，每一次使用都在消耗玉佩里最后那一点灵气，与这口井相连。漠北的种子已经扎根，百草医馆已经建起来，漠北农桑经已经写完，人人可以照着做。就算有一天这口井干了，这片土地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学会了怎么耕、怎么种、怎么治病。但还有一件事，我要留着这最后一点力气做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疼的？4年了，最早是天冷才疼，后来慢慢的天热也疼。以前可有大悲大虐的经历？按这个方子抓药，每日早晚各1服，连吃20天。另外，这个每晚睡前敷在疼痛的位置，用手掌捂热，敷半个时辰，7天之内疼痛会有改善。夫人，这个是新配的膏子。用了灵泉草和几味温通经络的药材，量少，这一罐先给他用，下次再出一批。活人菩萨，漠北来了个活人菩萨。夫人，那个黑色膏子里的灵泉草，我在咱们的药材库里没见过，是哪里来的？我自己种的。在哪里种的？好种吗？我想学。以后有机会教你。你先把现有的这几百种药材的性状记熟，那是基础。夫人，您每次坐诊结束都要在门口站一会儿，您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人都好好的。今天新增受灾百姓估计在300人以上，医馆的药材消耗是平日的6倍。粮仓那边倒是稳，但这场雪若再下3天，城外还有2个村子会断粮。城西的30户人家，今晚全部临时安置到城内空失的仓库里，按户发粮。医馆的药材
从工坊库存里调，先用着，等雪停再补。城外2个村子，傅萧，你手下的分兵能借出多少人送粮？150人，明早出发，带火锹，背粮袋，走山路绕过主路。这些随粮一起送，每户1份，每份都有用法说明，用图画的，不认字也能看懂。夫人，这个您什么时候备的？入冬前，每年入冬前都备一批，万一用不上，就等下一年用。喝，先喝，我看今天一口水都没喝。娘，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这都是应该的。当初你刚来，老娘还闹过你，想起来脸红。你也别说了，老娘自己知道。娘，那都过去了。知薇，你嫁进傅家，是傅家的福气。今天送粮顺利吗？顺利，2个村子都到了，老人孩子都好。好。还在改。最后一章关于抗灾补救的，今天的事给了我一些新的想法，加进去，将来若遇上同样的雪灾，照着做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薇儿，这本书你是要让所有人都学会？让每一个愿意种地的人都能种好地，让每一个想学医的人都有书可以读。这样就算我不在，漠北也能好好的。就算我不在这4个字，以后不许说。为什么？漠北我守，你也要在，缺一个都不行。好，不说。主上的答复，请夫人过目。温夫人问朕，漠北之事是夫人说了算，还是将军说了算？朕的回答是，朕不在乎谁说了算，朕只在乎漠北的粮食能不能养活朕的兵，漠北的药能不能救活朕的人。若漠北愿意以物易权，朕可以保你们2个白头。这不是回答问题，这是另一个问题。主上说，如果夫人看懂了，就会明白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，他不问过程，他要的是结果。漠北给他足够的粮和药，他就给漠北足够的空间。是。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他没有回答。哪个问题？若大皇子赢了呢？这个问题，主上没有答复的能力。那就还没到谈的时候。他来2次，说了这么多，归根到底是一句话，让我们站队。但我们的态度是谁都不站。他们会接受吗？不接受又能怎样？你在笑什么？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当初陈百户给我找媳妇，说是找个能跑能干、命硬的，最好能帮我省点银子。他是怎么想都没想到，给我带来了一个什么？一个什么？一个可以跟着你走，走到哪里都不怕的人。漠北，我们来了3年，种了3年的地，救了3年的人，打了3年的仗。这片地已经认识我们了。夫人，这5件事同时推进，人手够，但要排序。最要紧的是种猪扩产，其余的依次展开。
不能一锅端，一锅端会烂。夫人说的对，一锅端会烂。脏活让我来干就好，你来了做什么？我来看地，看什么？看他认不认识我。认识了。温夫人真是厉害，我跑了20年商路，头一次见着漠北的货卖到西域王国的兵营里。那是，我儿媳妇的东西不好使的，能叫漠北货吗？这是这季的货款，8500两，全是现银，我亲手押运来的，一文没少。去，把账本拿来，账要当面对清楚啊！这里，要不要去报？先记下来，明早跟陈百户说。去取清仓的药。夫人，我已经让人去集市上把那批假货全部收了，暂时扣押。但卖货的人跑了，只抓住了一个跑腿的。问了半天，只说是一个南面来的行脚商托他代卖的，不认识人，只留了一个假地址。收了多少罐？73罐。但根据那个跑腿的说法，这批货进来的不止这一批，可能还有好几百罐分散在城内各处。拿一罐来，我看看。硫磺酸性过高，没有经过中和。这不是普通的偷懒减料，是根本不懂药性乱配的。这种东西往外卖，伤的是人命。我要见到这批货背后的人。怎么找？从伤口感染的症状里，能推断出它的主要成配配比。配比特征可以反现出用料的来源地。漠北本地没有这种比例的硫磺矿石，最近的产地在冀州。你让人沿着冀州往来漠北的商道查，找最近3个月内进货异常的药材商。陈百高，这次带来可能不止一个人，小心。夫人，多谢救命之恩，都是我贪便宜，不该买那便宜货。别动，伤口还没长好。这事儿传出去，我这趟跑商就折在漠北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冀州，跑货跑了15年了。冀州，做什么货的？布匹为主，偶尔带点药材。你们冀州那边最近有没有哪家药材商进了大批硫磺石的？您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，冀州南市有一家新开的广元号，就是专做矿石药材起家的，开张没半年，货量挺大。我那个街坊说他们进价低，总感觉来路不正。你好好休养，3天后能走了。医馆不收你诊费，路上的盘缠我让人准备好。这怎么使的？你受了无妄之灾，这是我们应该的。又多了一条线。这几条线最终指向的那个人，你有没有更明确的判断了？冀州，冀州是大皇子的封地，五皇子在漠北布局，大皇子也不肯放手。他们2个，一个要收买我们，一个要搅垮我们。到最后，无论谁赢，如果漠北在这场争争里被当成棋子用了，对漠北的百姓来说，结局都不会好。所以我们的路只有一条。
把自己变成谁都搬不动的东西。薇儿，我有时候想，若当初你没嫁进傅家，你一个人能不能也把这一切做成？不能。因为一个人做不成这些事，我需要有人拉炉，有人守城，有人在我累了的时候端一碗热汤进来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黑龙驹踏大荒。温夫人，那匹小马见了谁都踢，只有……他不凶，他只是在问我是谁。这4匹，重点养，单得立案记录。是，第一匹，漠北第一匹改良马。将军，若是20年后，15年，我夫人说15年。阿欣，很好。体内有热，津液不足，先喂些稀粥，慢慢调理。夫人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孩子病了2个月，族里的老人说是被鬼缠了，但他不信，就带来看了。他不信鬼，他信孩子的妈比鬼重要。娘，拜什么呢？拜老天爷，让他保佑咱们今年的粮食别遭虫，别遭旱，别遭涝，别遭冰雹，还有让那些个想害咱们的人都遭报应，最好脚下一滑，摔到山沟里去，摔个屁股开花，爬不起来。你笑什么？我说的是正经事。娘说的对。知薇，娘问你一句，你说实话，你和萧儿这日子累不累？累，但值得。行，那就行就行。昨夜有3件事。第一，广元号的调查有了结果，资金确实来自冀州，但上面还有一层，绕了3道账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在京城刑部挂着职的空头官员，名字叫做贺崇。此人是大皇子府的幕僚，不在明面上，但手里的钱非常多。第二，楚长风的人传来消息，大皇子府最近在向北方调兵，数量不大，但走的是秘密路线，刻意绕开了主要官站，目的地不明。第三，也是最紧的一件，这是昨夜快马800里加急送来的，从平州经梅老板商队辗转，用的是温尚书的梅花密印。什么事？父亲说，老皇帝病危，已经有7天没有上朝了。宫里的消息封锁极严，但太医院已经提前备好了丧仪所用的药材，各路人马都在蠢动。他还说，有人向皇上禀报，漠北温氏扶持私军，私设商路，暗结外族。奏折已经呈上去了，批复未知。谁上的奏折？父亲没说全，但从遣词来看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多份联名的，说明京城那边已经有人在配合推动这件事。薇儿，这件事，薇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件事分2步走。第一步，让漠北自己立得更稳，粮仓要继续填，医馆要继续开，商道要继续走，一件事儿都不能停。那些奏折里说我们蓄谋割据，恰恰相反，
我们越是把漠北的日子过得好，越是对整个大钱有利，这是最有利的反驳。第二步呢？第二步，等父亲回来。你陪了我很多年了，从父亲还在的时候，从我还是温家的小姐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，还剩最后，你就一直在，还剩最后一点，留着用，不到最关键的时候，不动，快了。傅萧，这里已经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。3年前，我们第一次站在这里，城下是什么？几户破屋，几口干净，夜里没有灯。现在呢？现在漠北的人夜里点得起灯了。